上次做完甘蔗机呢，家里面的石英又没有了。这个空岛里面的石英我们是怎么获取的呢？那么这个存档里面呢是有一个数据包，我们可以通过击杀猎人来获取石英。这个箱子还是很乱，里面都没有石英。我们之前还说过想弄一个凋零骷髅塔，这样的话不仅可以获得凋零骷髅头的头颅，还可以获得石英、猎棒等等。只不过做起来呢可能会稍微费点功夫。好，我们先来带点材料，这里的沙子也没有了呀，我们需要用到很多的玻璃，所以还要去末地刷一点重力方块。好，末地就从这个地方进入。不得不说啊，目前这个 BSL 的这个光影还是非常棒的，不仅在末地，还有在地狱里面，它的体现都是相当的棒。好，刷沙机，我之前还没有做完吗？哦，以前做刷沙机的时候还没有刷怪塔，不对，是没有足够的沙子去做 TNT 来破基岩。那3个就3个吧，我就先3个来刷。我们来把这几个沙粒换一下，把它给替换成沙子。刷过来的沙子就直接丢到炉子里面去烧。这个炉子也是经过我们上一期改良了之后，现在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。好了，我们终于来到地狱里面了。现在呢，大家可以看到很多这样子的红框，这是一个模组叫做 BBOR， 它是可以来查看地狱堡垒的范围。我打算借用这里的十字路口来做刷怪塔。这里一共有4个十字路口，但是我们只用2个就够了。等一下我们只用在红框内打平台，它就可以刷凋零骷髅以及猎人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用下半砖直接搭过去。至于要不要用地狱砖块来搭，这个也无所谓，因为地狱堡垒它还有一个大范围，是一个非常大的长方体空间。只不过我现在没有调 BBOR， 还不知道怎么看。只要在那个大空间里面放下地狱砖块，那么它都可以刷出凋零骷髅。好，在我们搭到地狱堡垒范围里面之前，我们先用活塞往下面顶几个方块。那么这下面呢，就作为我们的收集平台。好，就像这样，放上拉杆往下面推。然后继续放，继续推，这样呢一次只能推12个方块，但是我们要往下面搭24个，才能保证上面的平台全都能刷怪。好，刚刚下面的24个呢，我已经把它给搭出来了。然后这上面我把它的边框给描了一下，这样我们再下去做收集平台才可以确定方向。然后一定要记得把上面做防刷怪，不然待会就会很难收场。平台的前面呢，我给它搭上了玻璃，我们用灵魂出窍到里面去看一下，这里呢是一个3格宽3格深的一个沟。我们需要把上面的平台的怪推到这个沟里面，最后再顺着这条沟把它们推到最右边这个3×3的洞里面，也就是最下面的收集平台了。我们到时候要站在下面手砍这些怪。那么这上面呢，两边的玻璃墙我把它搭好了，但是平台呢，我们一定要留着最后搭。如果在控制域里面搭一个刷怪平台的话，它是刷得很凶的。刚刚回来拿了一波材料，我突然发现了这个铁傀儡，我居然可以用铁锭来给它修复一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在这里装一个史莱姆飞行器，也可以说是扫描大棒子。我们通过这个棒子要把所有的怪都扫到坑里面去。最里面一个呢，我们就用普通方块啊，不然就会粘到墙上动不了。好，史莱姆飞行器我们要给它装2个活塞，然后再放2个侦测器。我们需要搭个方块跳到上面来，2个活塞各自都需要1个侦测器给它们充能。好，那么就可以这样放。最后我们拿一个推不动的方块，就比如熔炉，在后面把它怼着。我们现在可以让它先出发，我们拿一个火把给它更新一下，它就可以出发了。在另一头呢，我是已经放了有熔炉把它给挡着在，所以不用担心它会飞不见。好，它停下来了，我们可以到这里面来看一下。那么它正好就卡到了这个边缘，可以让所有的怪掉下去。但是我们要能够让它返回，这里该怎么做呢？其实很简单，我们只需要用到1个侦测器、1个红石，还有1个方块。在这个方块上面，我们再放上红石，它下次再走过来就可以自动返回了。这一次我们还得手动给它激活一下。好，在这里用拉杆激活一下，它就回去了。好，我们再就可以来测试一下，看它是怎么返回的。它碰到的那个侦测器就会自动的退回去。在另一头呢，我们也要做一个大的扫描棒，这边的炉子我都摆好了，还是一样的道理，在边上的方块就用普通的方块，其他的就用粘块就行了。仍然是对角线放2个活塞的这种做法，再放2个侦测器，史莱姆飞行器就完成了。然后别忘了做一下防刷怪，
这种地方刷起怪来还是挺要命的。我们来到它的对面，要给它做返回装置。这个地方呢，一定要对齐，还是同样的方法，一个侦测器，一个红石，一个方块就可以了。我们把飞行器开过来，来检查一下。哎，不对，做歪了，这个做低了一点。好，刚刚我已经把它给纠正过来了。你看，就刚刚这几分钟的时间，这么小的地方就已经开始刷怪了。好，它可以返回了。然后在有钩的这一边呢，我们需要把上面飞行器的信号传到下面来。这里可以放一个侦测器，只要上面把怪推下来了，就会启动下面的飞行器。哎，又没有侦测器了，我又得去刷一些石英。最后一件事情了，就是来搭这里的平台，非常的危险，一边搭还得一边躲子弹。我太机智了，直接在这里造一个假人。我看你后面还怎么刷怪，这前面是已经不刷怪了，那我就可以安心的来铺地板了。最后呢，开机时间到了，这里放了一个拉杆，我们就拉一下，好，他就走过来了。现在还没有刷什么怪啊，是因为我们离这个平台很近。我是说那边效率怎么这么低？这边以前的猪人塔都没有拆。后来啊，我这里砍了有大概20分钟吧，现在砍的有点无聊了，我们来给大家讲一下吧。这下面放的有好几个活本门，像这样放了几个活本门之后，怪物呢它就不会打到你。怪物的掉落物是统一被下面的漏斗给收集了，箱子目前还没有做分类。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个头颅，现在身上有52个。那么这种凋零骷髅塔呢，做起来是比较简单的，用来刷一下资源还是足够了。如果你想获得大量的凋零骷髅头的话，这个刷怪塔的效率还是太慢了。不过这期节目也算是一个大的进步了，一直说想做一个凋零骷髅塔，我们今天呢也算是完成了，是一次从无到有的过程，收获到的石英呢也是非常多的。那么在以后的工程当中呢，也能够更好的发挥作用。好的，本期节目内容就这么多。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记得给我的视频点赞3连哦。最后啊，我这里还补充一点，如果你在地狱里面再挂机几个纸人，把它们挂在很远的地方，并且每个纸人之间要相隔256格以上，这样的话就可以提高你的刷怪上限。那么这个凋零骷髅塔的刷怪效率呢，也是可以提升的。好的，我要补充的就是这么多，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